今天的反义词是强弱，这个强字是多音字。我们先来看发音，它有3个：犟、犟、抢、抢、强、强。第一个读音只有一个词需要记忆，倔强。倔强是形容人的性格，固执、强硬、不听劝。口语里面会说他这个人呀倔得很，他这个人倔得很。书面语会这样用，他的性格很倔强，他的性格很倔强。犟就是这个音啦。第二个读音也只有一个词，勉强。勉强。如果你觉得他不爱你，就放手吧。勉强是没有幸福的，勉强是没有幸福的。第3个读音，第一个用法表示程度高，比如责任心强，责任心强，要强，要强。还有他的工作能力强，他的工作能力强。他这个人很强，是说他各个方面都很出色。或者说这个国家很强，国家很强。这几句话里面的强都当作形容词来用，强是形容词。第二个用法，使用武力，比如强占、强制，强制员工周末加班，强制员工周末加班。用帽子来强占图书馆的座位不太文明，用帽子来强占图书馆的座位不太文明。强制、强占当作动词来用。这个字我以前有说过，今天我们简单讲强字，重点来说弱这个字。弱第一个用法表示力气小，实力差，常用的词呢有这几个：柔弱、柔弱、虚弱、虚弱、衰弱、衰弱、脆弱、脆弱。柔弱这个词没有贬义，它一般是用来形容女生。那个女孩看起来很柔弱，力气怎么会这么大？看起来很柔弱，力气怎么会这么大？虚弱是形容生病的人，你看起来好虚弱，脸都白了，生病了吗？你看起来好虚弱，他呀越来越虚弱了，他越来越虚弱了。软弱，软弱是用来形容性格，比如你去学校不能太软弱呀，有人欺负你的话要勇敢一些。你去学校不能太软弱，软弱。衰弱，衰弱，楼上的装修太吵了，我都快神经衰弱了。神经衰弱，神经衰弱。还有脆弱，脆弱，这个是玻璃做的花，太脆弱了，你别碰它。玻璃做的花太脆弱了，你别碰它。玻璃做的花太脆弱了，你别碰它。他太脆弱了，被老师骂几句就哭了。他太脆弱了，被老师骂几句就哭了。第二个用法，差不如，他的书法不比我弱呢，给你看，意思就是他比我强，他的书法不比我弱。好，今天我们要讲8个有关强和弱的成语，在生活里是很常用的哟。第一个，弱肉强食，弱肉强食。争强好胜，争强好胜。发愤图强，发愤图强。强颜欢笑，强颜欢笑。强词夺理，强词夺理。不甘示弱，不甘示弱。弱不禁风，弱不禁风。老弱病残，老弱病残。弱肉强食呢，是指竞争的规律，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私企的竞争很激烈，弱肉强食的你得更努力才行呀，弱肉强食的你得更努力。争强好胜是指事事处处都喜欢超过压倒别人，算是个贬义词了。比如我小时候喜欢争强好胜，工作很多年后就淡然了很多。小时候争强好胜。他不喜欢争强好胜，但本职工作完成得很出色。他不喜欢争强好胜，但本职工作完成得很出色。不喜欢争强好胜。发愤图强，
发愤图强，意思是开始勤奋了，比如要准备考试，一般是跟学习有关。马上考研了，我要发愤图强了，我要发愤图强了。他最近在图书馆发愤图强。你看，争强好胜、发愤图强这两个成语就可以当做动词来用。强颜欢笑、强颜欢笑、强词夺理、强词夺理，这两个词里面的强读音是抢。在生活里，中国人说普通话也有些音会发错，但不影响我们交流。你像这两个字，中国人很多就会说是强词夺理，我们不会纠正对方，这是抢，不是强。强词夺理。你说中文，如果有些字容易混淆的发音弄错了，也别担心，沟通才是学习语言的目的。好，我们来看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强颜欢笑是说心里面没有感到真正的快乐，但是因为某种原因或者场合不得不装出高兴的表情或态度，就是强颜欢笑。她和男朋友分手了，但今天的聚会上，她还是努力强颜欢笑，不让大家担心。她还是努力强颜欢笑。你在我面前不用强颜欢笑，做你自己就好了。你在我面前不用强颜欢笑。强词夺理。强词夺理是说明明没有道理，却说得很有道理的样子，就叫强词夺理。比如在辩论会上，明明证据不足，他还要强词夺理，大概会输吧。他还要强词夺理，大概会输吧。每次吵架他都强词夺理，从来不让着我。强词夺理，从来不让着我。比如我们是朋友，你一直在和我争辩，我就会说，你不要强词夺理的好吗？你不要强词夺理的好吗？接下来是有关弱的词。不甘示弱，弱不禁风，老弱病残。不甘示弱这个词的意思是不甘心自己比别人差，需要较量一下，比个高低。不甘示弱。刚才我说较量一下这个词是不正式的那种比赛，就可以用较量这个词。比如两个练拳的人就可以说，来，我们较量一下。来，我们较量一下。好，我们回到不甘示弱。口语角的学习氛围很好，大家都不甘示弱地争取表达的机会。大家都不甘示弱地争取表达的机会。现在职场竞争很激烈，大家都经常加班，有种不甘示弱的精神。有种不甘示弱的精神。在生活里可以用来开玩笑，比如我昨天给你做了顿晚饭，今天你说你也要做饭给我吃，我就说，哇，好幸福呀，我们争着做饭吃。厨艺方面你也要不甘示弱吗？厨艺方面你也要不甘示弱吗？争着做饭吃。弱不禁风，老弱病残，这两个词可以放在一起来记忆。弱不禁风，我们先来看这个词，形容人身体娇弱，连风吹都经受不起，就叫弱不禁风。让孩子多出去运动一下，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很容易生病的。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很容易生病的。你别看他瘦瘦的，好像弱不禁风，实际上他经常健身，性格呀也很坚强。弱不禁风，弱不禁风一般是贬义词，最好不要用来说朋友。老弱病残，老弱病残这个词在公共场合会看到，比如地铁、巴士就会写着老弱病残孕专座。那生活里面会听到这样的说法，社区会组织关爱老弱病残的活动，关爱老弱病残的活动。社会的文明程度就是看对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有没有得到很好的关照，幸福感呢就会很高。老弱病残就属于弱势群体啦。好，今天的强弱就是这些词啦。我们简单的再回顾一次读音和它们是什么意思吧。倔强，倔强是形容人的性格固执、强硬、不听劝。倔强，倔强。勉强，勉强，勉强是没有幸福的，勉强没有幸福。
强可以当做形容词来用，比如他很强，国家很强，你也太强了吧。还可以当做动词来用，比如强占图书馆位置，强占图书馆位置，强制员工加班，强制员工加班。还有弱，弱表示力气小，实力差，有这几个词：柔弱、虚弱、衰弱、脆弱。弱还可以用来比较，表示程度差，他们团队的实力可不弱呢，他们团队的实力可不弱呢。还有这几个有关强弱的成语：弱肉强食，弱肉强食；争强好胜，争强好胜；发愤图强，发愤图强；强颜欢笑，强颜欢笑；强词夺理，强词夺理；不甘示弱，不甘示弱；弱不禁风，弱不禁风；老弱病残，老弱病残。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了，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